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笔 MSAI 学习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重要，而且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法案哦，那就是台湾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好，我们不啰嗦，直接切入重点。大家最关心的消息来了，这部法案已经在2025年12月23日正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喽。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台湾正式迈入了一个 AI 有法可管的新时代。所以这部新法对你、对我、对开发 AI 的人，甚至是对整个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份解析要带大家看个仔细、弄个明白的。好，我们今天的内容会分成6个部分，带大家从大方向到小细节，把这个法案看得透透的。首先，我们会先来一个全局概览，接着呢，会深入到法案的灵魂，也就是7大指导原则。然后我们会看看实际上是怎么管的，也就是它的风险框架，还会把它跟欧盟的法案比一比，看看台湾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再来，特别为准备 IPAS 考试的朋友们准备了考前冲刺重点。最后，当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违反了会怎么样？我们要注意什么？好，那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吧，全局概览。这一趴我们先来搞清楚，这个法案到底想干嘛？还有，到底是谁在管这件事？所以说，到底什么是人工智慧基本法？简单来说，它的核心精神就是4个字：以人为本。你看这部法案的目标是要在鼓励大家多多创新的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安全的 AI 环境，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还要顺便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说穿了，它就是在发展跟规范这两边努力找出一个最棒的平衡点。那谁来负责执行呢？这个分工其实很清楚，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团队合作，中央的总教练就是国科会，地方上的执行者就是各县市政府。那谁来制定比赛规则，也就是那个关键的风险分类框架呢？答案是数位发展部。最上面呢，还有一个大咖，就是由行政院长亲自领军的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他们负责画出整个国家级的发展蓝图。好，了解了谁来管之后，我们接着来看第2部分。我觉得这也是整个法案的灵魂所在，7大指导原则。你可以把这7个原则想象成是台湾所有 AI 开发和应用的道德指南针，告诉大家该往哪个方向走。第一个原则，永续性。这个永续不只是说环保哦，它更关心的是人。它强调要顾到大家的心理健康、社会公不公平，确保不会因为 AI 太厉害，反而让某些人跟不上，扩大了那个数位落差。第2，人类自主性，这一点超关键。意思就是说 ，AI 永远只是个工具，是个副驾。开车的人做决定的，永远必须是我们人类。AI 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取代我们做主的。第3，隐私保护与资料治理。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有感，法案讲得很清楚，必须尊重我们对自己资料的控制权，而且要遵守一个叫资料最小化的原则。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能拿绝对必要的资料，不准多拿，不准滥用。第4个原则，安全性，这个就比较偏技术面了，意思就是你做出来的 AI 系统本身要够强壮、够安全，要有办法抵挡骇客攻击或其他的威胁。第5，透明与可解释性。这对我们一般使用者来说就非常重要了。法案要求，如果是 AI 做的东西，不管是文章还是图片，最好都要标示清楚，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做的，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判断，也才能建立信任感嘛。第6，公平性，这个就是要处理 AI 最被骂的一点，就是偏见。你想想，如果训练 AI 的资料本身就有偏见，那 AI 做出来的决定当然也不公平，所以法案就要求在开发跟使用的时候，要尽力避免这种系统性的偏差，不能对某些族群有差别待遇。最后一个原则，可问责性，讲白了就是 AI 如果出包了，要找得到人负责，不能说是 AI 做的，不关我的事，不行。从开发的、部署的到最后使用的，每个人的责任都要清清楚楚，可以追查得到。好，讲完了这7个有点像心法一样的原则，你可能会问，那实际上要怎么管呢？来，我们就进入第3部分了，看看这些原则是怎么落实在具体监管上的。这就要靠所谓的风险分级框架了。
整个监管的流程基本上就是2步骤。第一步，先由数位发展部参考国际上的做法，定出一套全国统一的风险分类标准。第二步，再由各行各业的主管机关，像是管金融的金管会、管医疗的卫福部，拿着这套标准去定自己那个领域的详细规则，这样分工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框架基本上把 AI 分成2大类。第一类叫做高风险 AI。什么是高风险？就是那种可能会对我们的权利或安全有很大影响的应用，比方说用 AI 来做医疗诊断，或者银行用它来决定要不要贷款给你，这种都算。这类的 AI 就必须要明确标示，而且会有特别的管理规定。另一类呢就更严重了，是禁止使用的 AI。这些就是会威胁到我们基本人权或社会秩序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那种政府用来监控人民、帮大家打分数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这种东西呢，在台湾是直接立法禁止的，没得商量。OK， 了解了台湾的做法之后，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拉到国际上来看看。第4部分，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台湾的人工智慧基本法跟全世界最指标性的欧盟人工智慧法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这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那个核心精神。台湾的法案比较像是先鼓励创新，再同步管理，而欧盟呢是风险管理摆第一。这一点你看法则就知道差在哪了，这也是最关键的差别哦。台湾选择不另外定法则，而是说，如果出事了，我们就回到现有的个资法或刑法来处理，这样法规比较有弹性。但欧盟就非常硬了，他们直接定了天价罚款，最高可以罚到3500万欧元，甚至是全球营业额的7%。你看，这就完全是2种不同的治理哲学。台湾希望先让产业跑起来，再慢慢规范。欧盟则是想在一开始就画好一条非常严格的红线。好，接下来的第5部分是特别服务。如果你正在准备 IPAS， 也就是 AI 应用规划师的认证考试，那这一段你耳朵一定要竖起来听了，我们直接帮你画好考试重点。来，准备 IPAS 考试的朋友，这张就是你的考前大补贴。第一，7大指导原则，拜托一定要背熟。第二，高风险 AI 的定义是什么，一定要搞懂。第三，国科会、数位发展部这些主管机关谁是谁要分清楚。再来，可问责性这个概念，还有法案里特别提到要为高风险 AI 建立的那个救济补偿机制，这点非常可能会考。最后，法案对于保障劳工权益和个资保护的强调，这也绝对是热门考点，一定要看。好，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来聊聊最实际的问题。万一违反了法规，会发生什么事？还有，我们平常在用 AI 的时候，到底该注意些什么，才能保护自己？对我们一般使用者或是开发者来说，要怎么样才能安全又合法地使用 AI 呢？这里有4个关键心法，记起来就对了。第一，要标示 AI 做的东西就要大方标出来。第二，少用个资，没事不要乱收集别人的资料，遵守资料最小化原则。第三，保安全，确保你的工具和系统有做好资安防护。第4，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质疑，永远不要100%相信 AI 给你的答案，要抱着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去注意它有没有可能搞错或是有偏见。当 AI 越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该怎么确保这些写在法律上的原则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能真正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想一想。好，那在结束之前，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台湾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已经3读通过，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第二，法案有7大指导原则，是所有 AI 开发的道德指南针。第三，台湾采用的是风险分级管理，跟欧盟的重罚策略不太一样，更强调鼓励创新。第4，对我们使用者来说，记得要标示、少用个资、保安全、要质疑这4个心法。请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